结婚后，婆婆以为我是软柿子，想要把我捏来捏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她发现我是那又青又涩的硬柿子，捏不动。然后在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她觉得我剖腹产有刀伤，不能把她怎么样，竟然趁着我睡着的时候把我的头发给剪了。美其名曰产妇，就要有个产妇样，你能做初一，那我就做15。我趁着她睡觉的时候，拿着推子直接从脑门处挨着头皮一推子下去，给她推成了地中海。伺候月子就要有个伺候月子的样。我从内地嫁到北方海边小城，婚后不久就怀孕了。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不长，真正开始接触是在我怀孕3个月以后，我们住到了一起。这是婆婆主动提出来的，说反正以后要伺候月子，提前来照顾我。婆婆给我做热汤面，我想出门逛街，婆婆说外面太乱，居家最好。我想在家里晒会儿太阳，婆婆说孕妇应该多走动。老公给我夹菜，他又说自己吃自己的，夹来夹去不卫生。刚开始我以为婆婆是为了我和宝宝的健康着想，后来才醒悟，她就是要和我对着干。特别是她看我的眼神，那里面有种别样的情绪，轻蔑又不屑一顾，这是想把我攥在手掌心里揉搓呀。和老公度过了愉快的一晚上，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，起床时婆婆和公公都在客厅。婆婆走过来问我，玉玉啊，你和浩浩现在用哪种姿势啊？我一脸疑惑，啥？就是你俩。婆婆说着，把2个大拇指碰在一起比划着。我故意装傻，我不知道。聚精会神看报纸的公公，不知道有没有竖起耳朵来听。我只觉得这种话题，他竟然毫不避讳嘛。但很快我就恢复了淡定，笑着说，妈妈呀，我们俩现在这种姿势半小时，然后再换成这样10分钟，再换成……我眉飞色舞的比着，双手一上一下，一来一回。应该够生动形象了吧？婆婆老脸通红，赶紧打断我，嗨嗨，玉玉啊。她脸憋得通红，硬是没往下多说一个字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给老公指了指红烧鱼，说：“老公，我想吃那个。”老公很自然地给我挑了刺，正要夹给我，我顺势撒娇，张大嘴巴，啊了一声。老公顿了一下，还是把鱼肉喂到了我嘴里。婆婆脸色黑成锅底，开口道：“夹来夹去的多不卫生，自己吃自己的。”我就等她这话呢，笑着回：“妈妈，这有啥？晚上陈浩还要跟我亲嘴嘴、拉丝丝呢。要不你去跟他说，让他忍10个月，就像今天早上你跟我说的那个啥。”老公满脸疑惑，拖着长调拐着弯喊了我一句：“老婆。”声音里带着羞涩和嗔怪。公公一口饭呛在喉咙里，不停咳嗽。婆婆赶紧打圆场：“没啥没啥，吃饭，你们注意点，开心就好。”问没脸没皮，我还从未怕过谁。后来我找熟人查了宝宝性别，是个女孩，就买了好多粉色小衣服。婆婆看到后拿着发票偷偷给我换成了蓝色的。我怕她装糊涂，特地让老公跟她说了，可她却说查了也不准，没生下来就有翻盘的可能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女孩穿蓝色阴气重，男孩子穿粉色又太娘，孕妇可不能生气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我给老公递了个眼神，他拿起衣服就去给我换了回来。婆婆脸色委屈，刚要说话就被公公拉进了房间。几个小回合下来，婆婆收敛了一些。等我月份大了的时候，她又试探着让我把头发剪了，理由是长头发会吸收宝宝的营养。我觉得这话有点道理，但不多，干脆没理她。生完宝宝后，我坐月子期间，婆婆又开始各种和我唱反调，从宝宝叫什么名字到喝哪个牌子的奶粉，她都要插一嘴。每次气氛变得古怪的时候，公公就会喊婆婆：“红啊，来屋里给我找条裤子。”要不就是找裤子，要不就是说挠痒痒。我知道这是公公在提醒她闭嘴，可这次婆婆却硬气了起来。我听到她对公公说，她一个刚动了刀子的人，我还能干不过她。有了宝宝，我满心满眼都在这个新生儿身上，懒得跟他计较。寻思着他也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，没想到他还是个行动派。那天婆婆进门时，一脸和颜悦色：“玉玉啊，我看你还是把头发剪了吧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坐月子1个月不能洗头发，不如剪成短发利落。1个月不洗头发，就算是短发也该脏了吧？”妈妈，没事的，我扎起来不碍事。我直接拒绝了她。这次她没再多说，我却没想到她在给我憋大招。白天老公上班去了，公公出门遛弯了，我给宝宝喂完奶，实在太累，靠着床背就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总觉得头上少了点什么，就像戴久了帽子刚摘下来一样，凉飕飕的。我一摸头发，我的小辫子没了。我辫子呢？我无法接受睡了一觉头发就没了的事实。婆婆听到喊声，赶紧进门，还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意思是怕我吵醒宝宝。我怒怒瞪着她，她却一脸无所谓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“不就一头头发吗？至于吗？”我顾不得伤口撕裂的疼痛，撑着身子走到镜子前。镜子里的我头发从右耳边斜着剪到左肩，参差不齐，难看到了极点。哪个狗东西把我的头发啃成这样？婆婆脸色一僵，随即拉下脸：“是我帮你剪的。坐月子就得有个产妇的样子，哪有空鼓捣头发？”
我的头发天生长得慢，和老公订婚后就没剪过，好不容易才留到肩膀下面一点点，现在全毁了。我心疼的滴血，冷冷的看着她，婆婆却得意的甩了甩她那齐腰的秀发。她50多岁的人了，一头黑发，长发飘飘。第一次见面时，我还羡慕不已。她退休后在老年舞蹈班跳舞，经常参加文艺演出，常说那头发是为了集体荣誉而养的。我冰冷的眼神让她有些发毛，她语气缓和了些：玉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不就一把头发吗？过完月子慢慢再留就行了。我拖着绑着束缚带的肚子，刀口隐隐作痛，却扯出一抹笑。您说的对，妈妈一头头发而已，慢慢长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回了卧室。还是短发好，清凉利索。婆婆在我背后故意大声说，语气里满是雀跃和得意。看她这抖鸡似的样子，我就知道她是攒了一肚子气，想扳回一局。那我就陪她玩玩，让她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有气使不出，憋死她。是啊，我一个刚动过刀，还在恢复期的产妇，的确没法跟她硬拼。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她别忘了，我孙玉玉的孙不是孙子的孙，是孙悟空的孙。下午公公出门了，婆婆演出回来累了，坐在客厅沙发上就睡着了。我拿着推子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对准她的头皮，从脑门处挨着头皮一推子下去，直接推成了地中海。婆婆一下子醒了，抬头疑惑地咦了一声，我在心里嫌弃真难看。她瞪着清澈又无辜的大眼睛，看着我手里还在嗡嗡作响的推子，转而满脸震惊和惊恐。玉，你干嘛呢？她一边问，一边不可置信地伸手摸自己的头发。啊！一声杀猪般的嚎叫声瞬间响起。妈妈，我帮你剪的呀。我故作平静，伺候月子就得有个伺候月子的样子，哪有空鼓捣头发？妈妈，你别动，我给你全推了。光头凉快又利索。婆婆疯了一样跑到镜子面前，又是一阵杀猪般的嚎叫。看着她的地中海造型，我对自己的处女座很是满意。孙玉，你怎么敢的？你怎么能动我的头发？我不活了！浩浩啊，他爸呀！妈妈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不就一头头发吗？伺候完月子，你再慢慢留就是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回床上躺着了。婆婆的心也太小了吧，不就一头头发，至于这么无法接受吗？她颓废地坐在地上，捧着散落一地的头发抹眼泪，看得出来这不是装的，是真伤心。就在这时，老公推门进来了。婆婆一看儿子回来了，哭得更委屈了，声情并茂地喊：浩浩啊，我不活了！你看看你这个好媳妇，把我的头发剪了，她这是嫉妒我，她就是个毒妇啊！她哭得眼泪鼻涕一把流，样子确实可怜。老公一看也心疼了，朝着卧室喊：玉，你为啥剪咱妈的头发？这头发对她来说就是命啊！一家人都知道，婆婆视发如命。每天早上她都会小心翼翼的一缕一缕梳着长发，生怕掉一根。要是梳头时力气大了，不小心拽下一根，都要心疼半天。陈浩上前就要去扶瘫坐在地上的婆婆，我冷笑一声，胡乱扒拉了几下自己的头发，直接躺倒在地上，虚弱的喊：老公，老公，救命啊！声音气若游丝。今天折腾这一番，刀口确实有些疼，但都是小疼。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皮实耐折腾，可就是受不了一点气，更别提隔夜气了。屋外的婆婆还不知道情况，一个劲大喊：浩浩啊，你可要给妈妈做主啊！妈妈被这心肠歹毒的女人欺负死了。老公进门看到我的惨状，估计脑补了一场激烈的婆媳大战，满眼都是心疼。他急忙查看我的刀口，看到白色纱布上的点点血迹，眼圈瞬间泛红。老婆，出血了，疼不疼？他心疼的不行，立马抱起我就往外跑。妈，玉刀口渗血了，你快给我爸打电话，我先送他去医院，你在家照顾小宝。婆婆还坐在地上等着儿子扶她，安慰她。看到陈浩抱着我急匆匆的样子，吓得赶紧起身。啥？这么严重？我不在家，你怎么能欺负玉玉呢？她刚动了手术啊！婆婆捻咕着半天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陈浩把我抱进车里时，我问他：老公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就出了点血而已，还用去医院吗？我就是比惨，博个同情，没必要真去医院。主要是担心小宝一个人在家，伤口我心里有数，估计是刚才给婆婆剪头发时动作太猛，撑开了一点口子，不碍事。怎么不用去？老公语气坚定，你现在正是最虚弱的时候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老婆，是我没考虑周全，不该让咱妈照顾你。月子里千万不能生闷气，有啥事一定要跟我说。头发没了可以再长，实在不行咱不用妈妈了，我给你找月嫂，你别生气。我查了，生气容易毒奶，毒奶就会得乳腺炎，那可太遭罪了。一路上，老公不停巴巴地安慰我，我其实压根不气，我孙玉玉从来都是让别人气，凭啥要自己生气，让别人痛快？看着他一脸担忧的样子，我都差点忍不住要反过来安慰他了。下了车，老公抱着我一路冲进医院，对着里面大喊：医生，快救命啊！我老婆剖腹产伤口裂了。立马有3、4个护士围了上来，一阵忙活。医生检查完松了口气说：没大碍，恢复的不错，家属别太担心，就是有一点轻微开裂，产妇下床活动时一定要轻一点。老公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忙不迭地答应着。陈浩今天的表现我很满意，我孙玉玉选男人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
就是这个婆婆，当初我真没多想，天真的以为嫁的是一个人，和她家里人没多大关系。我错了，嫁过去就是嫁给她全家，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，来往更频繁了。以后大不了和他保持距离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心里惦记着小宝，对老公说：“老公没啥事，我们出院吧。小宝还在家里呢。”不行，今天必须住下，让医生再好好检查检查。小宝，你别担心，你都把他生下来了，饿了有奶粉。老公说完又补充道：“你等我一下。”他着急忙慌地跑出去，回来时手里拿着吸奶器和一袋子回奶宝。老婆长奶难受，喂奶也辛苦，要不咱直接回奶，让小宝喝奶粉吧。回奶那怎么行？净胡闹！我正说着，就看见公公抱着小宝站在门口，头上戴着帽子，双眼通红，满眼委屈地望着老公。公公咳嗽了一声，看了一眼身后的婆婆，过来问老公：“我的情况没事就好。”公公松了口气，大惊小怪，他都是装的，这个毒妇竟然敢剪我的头发！建国，我的头发啊！婆婆的情绪又激动起来，朝着公公哭边偷偷看陈浩。妈，你看看玉玉的头发，你们俩这不是扯平了吗？她刀口都裂开了，她跟孩子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现在身子最虚弱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？老公皱着眉说。我赶紧放下手中刚买的冒着热气的烤地瓜，虚弱的躺回床上，时不时哎呦几声。我呢，你看看我的头发，还怎么出去见人啊？婆婆哭喊道：“我是怕她坐月子不方便，才帮她剪的头发，她却是故意使坏，嫉妒我头发长得好。你看看她把我推成什么样子了。”说着，婆婆摘下了帽子，我又瞅了一眼自己的杰作，是真难看。病房里人来人往，婆婆声音又大，不少人探过头来看热闹。她赶紧又把帽子戴上了。你们俩谁先动的剪刀，谁就不对。老公沉下脸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婆婆头上这明显是报复行为，谁先动的手，一目了然。老公把小宝抱进来，给我拉上帘子，把公婆推出门去说话。爸妈，我媳妇现在不能受气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这几天请假照顾她，实在不行我就请月嫂。请月嫂那多贵呀！再说了，有亲妈在，还用请月嫂？不让人笑话我吗？婆婆的声音又要拔高，公公赶紧拽着她走了。给小宝喂完奶，老公哄着女儿和我商量请月嫂的事，最后决定不请月嫂，还是让婆婆伺候我月子。我可不傻，请月嫂花钱不说，还不一定尽心。至于老公担心的婆婆再惹我生气的问题，呵呵，我会怕吗？没事的，老公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，妈妈本心也不坏，都是为了我好。我试着理解她，我温柔地说：“老婆，你真好。”老公感动不已。我可不在老公面前说婆婆一句坏话，毕竟那是她亲妈。老公见我心情好了，找了个理发师来医院帮我补救头发，还重新设计了发型，效果不算差，能看。出院回家的时候，婆婆格外殷勤，又是抱孩子、拿行李，还过来搀扶我。小心点，慢慢走，这路子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按照她以往的性子，肯定躲在屋里委屈呢。或许是良心发现了，又或许是怕老公真的不用她伺候月子，丢了面子，所以收敛了。管他呢，只要他敬我一尺，我必定还他一丈。他若待我不如意，我也必定视他如粪土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婆婆是改变策略了，硬的不行就来软的，玩起了迂回战术。尤其是在公公和陈浩面前，那叫一个勤快。只要他俩没睡觉，他能干48小时不歇息，做饭、洗衣服，忙完了就拿着抹布擦桌子，一天能擦7、8次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得了洁癖，衣服明明可以机洗，他非要拿个盆手搓。老公看不下去说：“妈妈，你用洗衣机洗啊，多省事。”哎呀，手洗得干净，小宝和玉玉穿着才舒服。婆婆笑着说：“干净舒服，这逻辑我就将就着听听。”我走上前，把自己出汗沾湿的睡衣扔到盆里，笑着说：“妈妈，手洗的就是干净，辛苦你啦。对了，妈妈，要不咱不用纸尿裤了，睡前改用尿布吧，反正你手洗的干净。”从那以后，婆婆再也不在2个男人面前故意搓衣服装样子了。她不就是想让陈浩和公公觉得我难伺候？她受了多少委屈吗？我偏不如她意。他给我做好汤，陈浩喊他出去吃饭，他却说：“你们先吃，我守着玉玉，等他喝完我再去，别让汤凉了。”转身又温柔地问我：“玉玉啊，汤还热着吗？不热，我去给你回锅。”老公1步3回头，纳闷地出去了。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慢条斯理地喝了口汤，心里门清。老公，你过来替我喝点。我朝着门外喊：“哪有男人喝月子汤的？他又不下奶。”婆婆急了，好久没见她这么急的样子了。妈妈，女人月子汤喝不了，男人喝点怎么了？老公上一天班也辛苦，补补身子。我笑着说。老公走进来，喝了一口就皱起了眉。妈妈，怎么一点都不咸啊？啊，不会吧，我尝尝。婆婆抿了一小口，连忙说：“哎呀，你看看我，忘了放盐了，年纪大了，老忘事。”她重新把汤端去调味，端回来时问：“味道对了吗？”我喝完擦了擦嘴，笑着说：“妈妈，今天的鸡汤真好喝，再多加点盐就更完美了。我知道坐月子不能多吃盐，怕对宝宝不好，但一点盐都不吃也不行。我出虚汗多，盐分流失严重，容易电解质紊乱导致低钠，低钠就可能昏迷，必须补充足够的盐。我喝完了，谢谢妈妈。”我笑容满面的把空碗递给她，她皮笑肉不笑的接了过去，嘴里嘟囔着：“瞧你这孩子，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忘了加盐了。”
这之后，婆婆的招式我是真看不懂了，她好像是真的开始对我好了，好到可以用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来形容，比我亲妈对我还好。她在家里也不戴帽子了，头发被理发店修成了毛寸，逢人就说这是我儿媳妇给我理的头发。我现在觉得可好了，凉快还不用费心打理。她变着花样给我做月子餐，我喂完奶，她立马接过孩子让我休息。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贵妃娘娘般的待遇，家务活她干得勤快，而且明显不再是做样子给公公和陈浩看，是真的用心在干。我看着都有些心疼她了，虽说她是在干保姆的活，但也是我老公的亲妈。妈妈，有空你就休息会儿，别累着了。我忍不住说，没事，不累。婆婆笑着回应，直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给我发了个博主链接，问我你和你婆婆搞直播了呀？我才发现那个叫潘红加油的博主竟然是我婆婆，她悄无声息的都快成小百万网红了。她早期的视频大多是以前留长辫子时的演出片段，点赞和关注量寥寥无几。最近开始记录婆媳日常，点赞量暴涨。其中一个点赞过万的视频，她剪辑了自己以前齐腰长发的演出片段。视频里的她穿着得体的旗袍，温婉美丽，而现在出镜的她留着毛寸头，穿着破旧接地气的家居服，忙着伺候我照顾孙女，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视频里的我被打了毫无存在感的马赛克，出镜就是一个颐指气使的恶媳妇形象。我还翻到了几个签赞视频，内容大同小异。有一个视频里，婆婆出门回来，抱着小宝说：“哎呀，小宝，奶奶才出去半天，你怎么就不会笑了呢？”我在旁边回，刚才小宝还嘎嘎乐呢，估计是看到不愿意看的人了吧。视频里还特意给我的撇嘴表情来了个特写。还有一个视频，婆婆对着小宝唱：“我的小宝啊，长得真好看，浓眉大眼睛，挺拔小肉鼻子，特别是这头浓密的头发，遗传了谁呀？当然是遗传了奶奶。”哎，就是哭起来，这坏脾气。不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：“哎呀，我的小宝捡着奶奶的好地方遗传，这碎嘴子可千万别遗传。”这些视频的配文大体都是：谁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？我咋还原地不动？做媳妇时伺候婆婆，熬成婆了又伺候儿媳妇。这番话引发了一众婆婆的共鸣。评论区的大娘们都把我当成人肉靶子。哎呀，现在的媳妇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吧？怎么还这么恶毒？谁家养的闺女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剪婆婆的头发就是嫉妒吧？多好的头发啊，被这恶媳妇毁了，太心疼了。还有大爷留言，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，你老夫看是传承不下去了。这视频剪的连我自己都快恨上自己了。不过反过来想想，婆婆还真有才，能当演员、导演、制片人，还能兼任摄影师。我把链接转发给了老公，不出1分钟，他的电话就打来了。老婆，别生气，千万别生气，我这就去说他。我生气笑话，我笑着说，我只是隐隐嗅到了商机。我让老公别告诉婆婆，让她继续养号。还特意找好了家里摄像头的位置，方便我以后占据 C 位发挥。这一找可不得了，家里竟然装了好多个摄像头，全方位无死角，就差在卫生间装一个了。我和老公的卧室里竟然还有一个隐藏的针孔摄像头，这婆娘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吓得我惊出一身冷汗。我翻了翻她的账号，还好她有分寸，没乱发视频，不然我也没心情让她养号了。我立马进入战斗模式，当着她的面拆摄像头，装作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边拆边嘟囔。婆婆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还帮着我拆，拆完就赶紧拿去销毁了。我必须弄清楚，她装这些摄像头拍的视频都发在了哪里，还有什么用处？万一她还有小号藏了别的视频，我心里实在没底。要弄明白这些，就得接触她的手机，机会很快就来了。我趁她睡着的时候拿到了她的手机，翻到一个置顶的群聊，名字叫我们姐妹一家人，里面是陈浩的3个姨，2个舅妈。今天早上刚发了一条消息，是一张视频截图。二姨说，二姐不是说王坤家儿媳妇月子里不喝这汤那汤吗？看看我调教的儿媳妇，让她喝多少就喝多少，一点都不剩。大姨说，我之前就说不能吃盐，那汤一点滋味都没有，玉玉还真能喝下去。后面陈浩的3姨接话，还是3妹有办法，二妹跟着取经，2胎用得着。婆婆回，这有啥经验，就得让媳妇怕你，规矩给她立明白了。小姨跟着发，威武，还是3姐有办法。大舅妈说，也就咱俩现在还在伺候月子，俺那儿媳妇想断奶，3姐给支个招。婆婆回，这有啥难的，饭是你伺候吧，把她的回奶药换成下奶药，长不死她，长了她就得给孩子喂奶。下面一堆人发出大拇指的表情。原来婆婆不仅拿视频在陌生人面前博同情，还在熟人面前嘚瑟自己调教儿媳妇的成果，立自己说一不二的形象，又当又立，被她玩得明明白白。群里的7大姑8大姨跟着各种指点吐槽我，她到底什么时候装的摄像头，发了我多少隐私？我使劲往上翻聊天记录，发现摄像头是在剪头发大战之后装的，稍微松了口气。我还翻到了怀孕中期，她问我和陈浩亲密姿势的那次，她在群里骂我不检点，不知羞耻，说有的公婆啥都不管，就我啥都说，怪不得生了宝宝后，陈浩的几个姨去医院看宝宝时，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。原来根源在这，
我轻哼一声，关掉手机，放回原处。转眼我快出月子了，婆婆旁敲侧击地问我有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。我心想，我是一头奶牛吗？刚生完孩子就不让歇歇，就要去赚钱。我回她，陈浩赚的钱够养活我们娘俩了。我现在不打算出去工作，一辈子当家庭主妇也不错。婆婆满脸震惊，又带着点害怕。我就是要让她知道，我这姑奶奶不好惹，还难伺候。我转念一想，又说妈妈，过几天吧，过几天我就工作。我想到一个赚钱的法子。哎呀，有想法就好，咱新时代独立女性可不能依靠男人。婆婆立马换了副表情，语气里满是虚伪。转眼就出了月子，要给小宝摆满月酒，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。开席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，说什么也不去，女方亲戚亲自来喊我，我就在床上一个劲。哎呦！婆婆偷偷过来问我怎么了，我笑着说：“妈妈，我这不是陪着你演吗？”婆婆一头雾水，现在还不是挑明的时候，我还没看完她手机里的所有东西。等七大姑八大姨的女眷们都进来关心我时，我终于忍不住把所有委屈都倾泻了出来。妈妈，虽然咱家住在海边，但也不至于管得这么宽吧？您咋不去太平洋当警察呢？不等婆婆反应过来，我又朝着女眷们大倒苦水。大姨、二姨、小姨、舅妈们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妈妈管我，管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和陈浩亲密用什么姿势，她都要插一嘴。我给宝宝买衣服，我说了都不算。我吃啥喝啥都得听她的。我也不想和妈妈闹得难看。我留了好几年的头发，被她偷偷剪了。我一时没忍住，才把她的头发推了。非要闹到这份上吗？我这才刚出月子，她就催着我出去打工，猪扒皮都不这么压榨人啊！我这月子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我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声情并茂地演绎着一个被压迫久了，终于爆发的软柿子儿媳。婆婆不是爱在群里嘚瑟她，怎么管教我吗？我就顺着她，让大家都知道她调教得有多好。三姐，你这头发不是说太碍事，找理发师剪坏了，索性推光的吗？二姨疑惑地问。三妹，你怎么啥都敢问出口啊？我就纳闷了，玉玉怎么会自己说这些？大姨皱着眉说，耗子他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就有点过了，太欺负玉玉了。大舅妈开口指责，众人纷纷指责婆婆，同情我的遭遇。婆婆窘迫的脸色一会红一会白，支支吾吾地说，我没有欺负玉玉。我继续添火，我本来也不想说的，可我实在忍不了了。我在妈妈面前一点隐私都没有，她啥都往外说。我胸部大，我就长这样，难道我有错吗？这是我能控制的吗？我真怕自己产后抑郁了。你们听说过产后抑郁吗？有产妇抱着孩子跳河的，有跳楼的，还有拿刀子捅死老公的。我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必须发泄出来。妈妈，你也别怪我。我这番话听得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。哎，我们都是从儿媳妇过来的，不容易啊。大姨叹了口气，三妹，你以后多体谅体谅郁郁，别怪她，她也是为了你们这个家。听闻大姨这么说，众人纷纷点头。我长长舒了口气，说：“跟长辈们念叨念叨，我心情好多了。”妈妈，我们现在去吃饭吧。酒席上我吃得格外香，压抑了这么久，终于出了口恶气，胃口自然就好了。而婆婆全程不敢看我，眼神躲躲闪闪，动作小心翼翼。酒席结束，回到家，婆婆委屈地收拾着行李，对我说：“玉玉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看还是让亲家母来照顾你吧。”想临阵脱逃，没门。且不说我妈身体不好，就算她能来给我看孩子，我也不用她。凭什么放着这么个精力旺盛的婆婆不用，非要麻烦自己亲妈？我笑着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是不是演过了？我就是想让你在亲戚面前留点面子。你们不都爱拿捏儿媳妇吗？我就演个受气包，满腹委屈的发泄一通。”婆婆不说话。妈妈，要是演过了，咱再翻过来呀。这次我演恶人，你演受气包。你本来就是个恶人，还用演吗？婆婆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哈哈，妈妈，你知道就行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我嫁到你家不是来受你管的。说起来，咱俩都是家里的外星人，斗来斗去没意思。你帮我带孩子，以后我养你老多好。”婆婆吸了吸鼻子，顺坡下驴。玉玉是妈妈不对，妈妈一时糊涂，你原谅妈妈吧。妈妈是真心疼小宝，也疼你。经此一事，估计她是真长记性了。我也没指望她把我当亲闺女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和平共处就好。妈妈，你看咱俩像不像视频号里那些欢喜婆媳？要不咱俩也拍一个？这次我本色出演恶儿媳，你演受气包，发在家族群里，省得姨和舅妈们总教育你。不用拍了，有现成的。婆婆拿出手机，选了一个之前拍的视频，发在了家族群里。下面很快就有人点赞，还留言让她以后对我好点，说我今天看着太委屈了。老公趁机提议，你们俩这样相处，我和爸爸就放心了。这几个月家里火药味太重了，要不你们没事就在家拍视频吧。妈妈做的还不错，人设也有了，经验也足了，我来给你们运营账号，咱带货赚钱，这就是玉玉之前说的工作。婆婆恍然大悟，你个心眼子多的媳妇，早就算计好我了。哈哈，我笑了。当初我不顾反对，轰轰烈烈、义无反顾的要嫁给陈浩时，我妈虽然嘴上说不考察他家里人，别到时候受委屈回家哭，但出嫁那天，她最担心的还是我处理不好婆媳关系，偷偷给了我一个小锦囊，上面就写着：婆媳关系不行就战。